好，那麼盧秀燕、蔣萬安合體要拆獨有的這個炸彈啊。那國民黨的縣市，你看謝國樑啊、張麗善啊、蔣萬安、盧秀燕這些縣市長呢，明天要開線上的國是會議啊，就是網絡啦，在網絡上。本來賴清德賴跟同眾的賴清德應該開國是會議的，賴士葆也問過他，但是他就不開啊，所以現在變成說藍營的縣市長說自己在網絡上要召開這個國是會議啊，而且呢說中央態度太傲慢了啊，那為什麼你們不開啊？那本來7月20號的遊行是蔣萬安發動的，可是他又發動縣市長去台中跟盧秀燕商量，開線上的國是會議，他是等於是多管齊下了。盧秀燕是說，國是會議是不分黨派的，也歡迎民進黨的縣市長參加，因為大家都關心這個油的問題嘛，食安的問題哈。那黃偉哲不出席，他說我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所以呢，黃偉哲說我台南市長，但是我不參加啊。那蔣萬安說7月25號也邀了陳其邁、黃偉哲上凱道，為什麼？因為也不分藍綠，也不分白。反正呢，為了食安問題呢，大家都上街頭。那當然，我想綠一定不會去啦，啊，因為你現在中央在執政嘛，啊。那另外呢，725不談選舉，啊，希望大家穿白色上衣，也不要說藍的就穿藍上衣，哦，綠的穿綠上衣，大家都穿白色的，白色是最單純的顏色，啊，表示不分黨派啊。那為什麼這個蔣萬安跟盧秀燕會聯手呢？就因為民進黨一直說你們這些地方政府啊沒有好好查，所以呢就罵盧秀燕、罵蔣萬安，所以促成姐弟聯手。我們看一下，一起見證這重要的時刻，我也要謝謝。主持景觀橋啟用典禮，特別是讓蔣萬安去特別穿上台東博覽會的上衣，當領頭羊的意味不言可喻。現在發起7月5的反獨台遊行，他更要號召群眾參與，不分藍綠。7月25號，我們希望大家共同關注食安、關注民生的議題，也因此我們希望大家可以穿上白色的上衣，一起站上凱道，來為自己以及為下一代健康來發聲。要綠營也別有壓力，一起穿上白 T。雖然立法院韓國瑜尚未回應，但屆時藍營縣市首長確定都會參與。我們不是只有提出批評，更要提出解方。今天我正式倡議成立全國食安聯盟，串聯22縣市在野陣營的首長及候選人，我們一起站上街頭。追打食安問題，除了7月5凱道大遊行，台中市長盧秀燕也發起食安線上國是會議，預計在21號上午舉行，邀請全台22縣市首長，同樣不分藍綠，預計藍營首長與無黨籍的實行組市長高虹安都會響應，要來召開線上的國是會議。那甚至我們要跟立法院來對口，提出食安法、食安相關法令的修正。但綠營方面，像是台南市長黃偉哲就說，自辦品質精進把關座談會，找來油品製造業者工協會代表研商如何管理，似乎沒想理藍營發起的這場國是會議。本來食安就是民生的議題，不分藍綠白，只關心彼此。我們不談選舉，不談選舉。雖然在敲定遊行之後，才有盧秀燕的這場國是會議，蔣萬安仍強調沒有誰主導的問題。淑慧，食安問題本來就是一個無孔不入，而且是跨縣市。你看，你工廠可能在這裡，然後你下游的分裝廠又在其他縣市，然後你產品的販售又在全部的，不管是小吃攤、餐廳什麼的。所以地方政府区域聯防這一個概念呢，我覺得借由這一次的這個地方的食安的國是會議，如果可以促成的話，我覺得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希望不要只有國民党的執政縣市啊，如果民进黨執政縣市他們有意對食安很重視啊，其實應該是全國的地方縣市一起來加入這個區域聯防。你說中央一直在罵說地方都沒有責任啊，地方都沒有責任，好嘛，那地方就開始自力救濟嘛，展現他區域聯防的這一些工作。但是我必須要說啦，為什麼會到地方，他要每一次都要多走一步呢？是不是因為你中央永遠都慢一步？就像刚刚前面趙先生講的，到現在已經2個多禮拜了，你連最基本的問題發生在哪裡都不知道，是原料是製程，是原料加製程，還是後面的其他的樣品作假等等的，我們沒有人知道說到底究竟問題是在哪裡？當你不知道問題的源頭是哪裡，你就不知道影響的範圍有多大。那請問你怎麼去控管？上個禮拜的周末行政院長在被
走在路上被嘟麥的時候，他就匆匆忙忙的講了一句話說：“我們竟然還有一批的批號，我們是不知道的啊，現在才掌握到。”他用了“竟然”2個字，說他竟然還有一批批號是他不知道。我心想說，你到現在還用一個“竟然”，你有不知道的事情？對我這個觀眾機前那個電視機前面的觀眾來說，我也會覺得說，竟然還有你行政院到現在沒辦法掌握的。所以，當你中央把全部的心力都花在指責地方上面的時候，而且再加上我們現在執政黨有太多提油救火隊了啊，吳崢是一個，這個新北市的那一位林姓議員也是一個。又沒有上一次吃死人都沒有上街頭，這一次又沒有啊，藍白是如上考比。這他的翻譯的說法就是一定要到有人怎麼樣了才要上街頭嗎？而且你怎麼知道沒有人怎麼樣了？對，他還很多人得癌症已經死了多少人？你怎么知道呢？而且甚至这些致癌物正在我們的體內累積，我們是怎麼樣可以一直去測量驗血驗出來嗎？所以他第二天還說，我絕對不會道歉的，因為現在就是沒有證據有人受到實質的傷害，好，有人因為這個油品得到癌症，他還要這樣講。那這些都叫做提油救火隊啊！他們為什麼會有這種心態？我告訴大家，他們不是失言，他們是心裡面的話不小心就這樣講出來了。大家想看，如果你心裡面沒有這樣想，你怎麼會講出來呢？他心裡面就滿肚子的覺得這又不是什麼大事，就是被你們藍白吵起來了哈，要不然油而已嘛，誰分得清楚好油跟壞油？現在最可怕的問題是在什麼？大家知道嗎？這一些出問題的，上一次的跟這一次的都是大廠，都是大廠。如果它是那種便宜，然後那種你不知道品牌的小的貪小便宜才會買到的，我們沒有辦法控制它的品質就算了。上一次的鼎新跟這一次的中聯油，它都是台灣的大廠它都是有 GMP 認證，當年的都有 GMP 認證，所以當年台北是有一家很有名的糕餅店，他用了這個油，當他被公布以後。那個老闆受訪的時候，他說：“我已經花比較多錢買 GMP 的油了，我怎麼會知道連這個都出事？現在這一次也是這樣子啊！這個油廠下面的這3大油廠公司都是台灣的最大的這個油的這個廠商。那很多家庭主婦，他不是外食者，他是為了讓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家人吃得健康一點，他在自己家裡烹調，連買到這個油，買好一點的油都出事。那請問一下。”他們到底要跟誰去討這個公道？我基本上不能說他現在沒有一個人死，你要證明這是什麼話？食品安全這東西，一方面是當然造成他生命危險或是健康危險，這是不用講。就算心理上覺得我吃了以後覺得心裡不安，這也是不行的。對，心理健康安全是很重要的。那比如說今天假如是餐廳，你到餐廳裡面是蟑螂老闆會跟你講說，你把它吃下去啊，如果你吃下去就生病，我來賠償啊。你遇到看過這樣的人嗎？沒有吧？那政府怎麼可以這樣呢？你民意代表怎麼可以這樣呢？我不是講過嗎？2個禮拜前我到個餐廳，然後呢，我女兒在餐廳發覺了一個小蟲，然後呢就把這個服務生找來跟他講說，沒關係，只是告訴你有這個事情，只是這樣而已。我們還照吃，把那個挑出來照吃嘛。過一下子餐廳經理來重炒了一盤，重炒一盤，我說你真的不用重炒了，重炒以後最後算賬還不收錢。就這盤算是对不起你們，道歉。服務業、餐飲業，其實我們並沒有要求，我們說不要，但是其實這是一個餐飲業應該有的態度，就是這個樣子嘛。怎麼可以說沒關係，沒有死亡，沒有死一個人，而且你怎麼知道沒死人呢？現在醫院裡面，榮總院長那天不是講嗎？今天躺在榮總病床的1/3都是癌症病人，我想台大也差不了太多，對不對？這些人為什麼得病？為什麼搞得今天這個樣子？來，去看，這次這個毒油事件在基層是引起很大的民怨，而且很大的這個恐慌，因為他一直在爆，到現在沒有停哦，到現在政府還沒辦法保證說明天又爆出一個新的來，所以這個禮拜6一樣，嵇凱今天穿白色衣服嘛，那禮拜6我們就一起穿白衣到這個凱道上面去抗議哈，我相信那天人應該不會少，一定是非常多的，為什麼呢？因為它的影響面太廣了。影響面太廣了，不只是餐廳你平常到 7去買一個飯糰，買一個1碗糰，買個便當，而且是每天常在吃的，所以我覺得民進黨政府真的忽略了這一次引起的這個傷害，而且是1級的這個致癌物，這我們制作單位下了一個標，說這是為什麼延燒那麼久？他說賴政府無知又無能，像我覺得更嚴重是什麼？無心跟傲慢了。
發生已經延燒了半個多月了。一開始南橋，你看南橋往上面報的時候，那時候已經是3個月了，對不對？那當這個消息已經你政府能夠掌握的時候，你就應該很快的時間點，你至少要做3件事情嘛。你讓人民知道說那個源頭，就是說原因到底是什麼？只有3個啊。一買開始源頭，就是說你進來的這個巴西黃豆到底有沒有問題？第二個一定是那個過程嘛，提煉那個過程，對不對？然後更重要的，你要公開透明，讓民眾知道。結果沒有，你周榮泰，當衛福部跟他報告的時候，他還說再看看呢。所以他經常講說什麼？到後來不是這個官員他要追究，我說最應該被追究的就是周榮泰了，因為我們至少都吃了幾天有毒的這個油，這是非常嚴重的。那現在到底要怎麼去解決？你像嘉義，嘉義是美食之都，小吃之都，這段時間很多那個基層就抗議，就是你要麼就趕快，第一個你要趕快跟我講說到底是哪個地方有問題，我們才會知道說以後不會再出問題，對不對？是不是呢？更重要的，這個過程你一定是要公開透明的嘛。整個流程裡面，現在變成說民進黨現在來打那個盧秀燕跟打這個蔣萬安的時候，大家就要問啊，你怎麼說盧秀燕沒有跟你同步？盧秀燕有快嗎？盧秀燕本來就是應該把這個過程盡快讓一般的民眾知道，是你中央太慢了，不是台中市政府太快，是不是這樣子？結果你現在還去打盧秀燕，然後去打蔣萬安，整個火才整個燒起來嘛。然後你的發言人又去講說我沒有逼着你來吃，你逼着你吃。我覺得民間這種民念是非常深的哈，所以嘉義市政府今天黃敏惠黄市長他們開了會，他至少做3個，他就說第一個事情，你趕快把那個源頭那個整個那個調查要清楚；第二個，你要讓民眾清楚說到底哪個環節出問題，資訊一定是要公開；第3個，我覺得這是其他縣市現在沒有做的，嘉義市政府現在要來做的。他認為政府應該出面，讓這是受害的這個廠商，還有一般的消費者一定要求償。我們吃了以後，剛剛在講的，你現在沒有看到那個病痛，可是明明是1級的這個致癌物，對不對？該求償的，甚至該退費的，我覺得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要站出來，幫所有的廠商跟民眾。那個周末那個鄭肇興台中市副市長 PO 了個臉書，提了很多的這個資料，我就給他留個言，我說台中市政府是中央政府的照妖鏡，這邊完全看出來，中央政府現在惱羞成怒，休息一下就回來。因為民进黨发言人吴崢說沒有逼你吃了哈，所以呢，國民黨的小雞有4個小雞，這是要選是議員的啊，包括何元凱、張嘉欣、賴以任、陳光安，然後呢，楊子斗是現任議員啊，跟他們一起，所以等於一共5個人，但是其中4個是第一次要選舉的啊，在這個台北賓館前面凱道呢靜坐，要說靜坐6天，為什麼一直到了7月25號他也是號召其他大家都上凱道了啊，那另外呢，林楚營就說啊，人家168哈，什麼叫168？就16個小時不吃，然後8個小時吃飯2頓或3頓啊，比如你昨天晚上6點鐘7點鐘吃完晚飯，到今天上午7點12小時嘛，如果到今天的11點就是16個小時，12點就17個小時，然後呢，吃飯在這8小時裡面吃，這是一種這個也不能說是絕食了，反正就是一種方式了哈。那所以呢，林楚營說啊，你們輪流絕食就是輪流吃飯呢，講絕食好聽，講吃飯呢輪流有吃啊。那個何元凱就說，我們是20小時有直播的，我們是絕食抵制傲慢的民進黨，結果你們還有造謠低劣的說我們輪流吃飯。那何元凱否認說沒有這樣子啊，說全程都有直播。為什麼林楚營查證都不會？開始造謠中傷我們，意圖醜化我們的行動，那就表示民進黨的怠慢與傲慢哈。然後呢，說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居然這樣子造謠講我們啊。那媒體聯合報就說，包括沒逼你吃獨一等的，那不是跟比晉惠帝更失德嗎？晉惠帝當時只是說沒有飯吃，那就吃肉糜嘛，何不吃稀飯呢？不吃稀飯。但你現在說沒逼你吃。是沒逼啊，但是到處都是，那怎麼辦呢？除非你是什麼都不吃啊，但是不可能什麼都不吃嘛。你幾乎這件事情真的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我們看一下，跟上台北市長蔣萬安號召的腳步，國民黨小雞在凱道周遭敞開環境。在725之前，他們率先發動絕食6天，一群人暫時沒有陽傘，沒有帳篷，就在樹蔭下先靜坐，批評賴政府這一次毒油危機的處理荒腔走板。死亡的毒物
全台流竄。依民進黨、依衛福部現在處理的這個態度爛到不行，會死多少台灣人？現在是7月20號的早上10點20分，那我們絕食已經正式滿了24小時。有很多青鳥，有很多的綠營側翼就在嘲笑我們，說我們絕食是在輪班絕食。在這邊，我要嚴重的澄清，我們並沒有所謂的輪班絕食。我們從昨天的10點鐘到現在，從頭到尾都沒有離開過。我們昨天就搭着簡易的行軍床，就在凱道夜宿。接下來的幾天，我們也會繼續的夜宿凱道，而且我們全程都有24小時的直播。所以，我要請這些青鳥、這些綠營側翼、這些民進黨們，不要再造謠我們排班吃便當，完完全全都是造謠。他們在高溫之下來進行這樣的行動，我覺得是非常的捨不得。他們又很堅決，他們認為非得要用这樣的方式才能夠督促政府重視這個問題。到現在為止，那中央政府都還沒有辦法告訴民眾，那這個油是怎麼來的，那哪些油可以吃，哪些油是不能吃的。希望對於我們所这個提供的這個國事建言呢，中央務必要重視，務必要採納。來，那位，我首先要講一下，我覺得絕食老實講是很辛苦，特別是溫度這麼高啊。然後就竟然有人給他造謠，很感後來也來聲明說沒有這回事，他們真的絕食。我就想起那時候我跟費鴻泰、陳明忠，我們3個人去絕食，什麼？就是立法院居然可以這個一次表決150個案子，有這樣的民主國家嗎？我們立法院就這樣做了，蘇家全當那個立法院的院長，就這樣幹了。因為什麼？我們就因為我們人少嘛，就提很多案子來一次表決、重複表決、點名表決，這樣一次這個我幫你拖，一次表決4次，拖到我那時候記得我們晚上3點多還在表決啊，然後去研究室一下，哇，病人的要命，就這樣子很耗啊，耗了72小時啊，這樣耗啊。這個在美國常常有啊，民主國家都有。那時候的民進黨，哇，他是多數暴力啊，一下子來個提案。以上的通通所有的決議案通通加一個建請，然後一次通過150個案子，我們是抗議這個，這個馬英九也去了，好幾位郝龍斌什麼幾位都去了來看我們，還有這個我們的主持人看我們去。那我覺得那時候有人造謠說我們在後面吃東西，怎麼會？他有沒有拍到嘛？我就是除了水就喝那個運動飲料，沒有了，其他沒有東西了。2、3天的時間就這樣子，我們就抗議這個事情了。那我覺得這個很惡劣的一個指控了，包括剛才高嘉瑜提到說，台中市政府就檢驗一次，人家抓出來了。台中市是什麼？111年到115年，總共稽查89次，那個裡面的抽驗72，然後呢，這個裡面的這個件數抽驗的件數158，全部加起來。要158，所以你講的是中年油脂只驗了1次，沒有驗苯平平。你講的說一次我覺得這個就是謠言，人家已經打過了，人家已經沒有這回事，沒有，你不要一直在造謠。我覺得這已經資料都公布了嘛，所以我覺得這個裡面來看的話，不要忘了賴清德在2014年是做什麼職位？台南市長，他對頂新事件怎麼炮轟馬政府的？他說食安就是國安。馬上召開國安會議，他那時候是台南市長，你現在是總統啊，你為什麼不食安的問題召開國安會議？為什麼不召開？然後現在行政院丟出2招，第一個甩鍋給廠商，說你自主檢驗不好；第二個修法什麼意思？你現在的法案、現在的法律有問題嗎？我把它查了一下，裡面就是什麼？強化源頭管理啦，預防性下架啦，綠色通報啦，還有罰則。現在的食安法都有，為什麼？現在食安法是那時候頂新事件以後加強很嚴格的啊。那現在就是什麼？就是這樣子啊，他就把有一些什麼預防性下架條件再多一點，什麼地方再多一點，不明確，弄明確一點。其實
沒有修法一樣可以做。行政院把修法丟出來，就是說，哎，這個是立法院責任，所以第一個甩鍋給地方政府跟廠商，第二個甩鍋給立法院，這是現在民進黨執政傲慢的地方，加上他們的發言人，所以你很清楚看得到，這次上街頭絕對有正當性，絕對需要。因為我再次的強調，賴清德當市長，為什麼他口口聲聲講說食安就是國安，應該要開國安會議，結果現在他是總統。開都不開，理都不理，通通丟給卓榮泰來收，所以我們的訴求就很清楚的，賴清德應該道歉的，卓榮泰老實講，為了這個事情應該下台。任平，現在民進黨打算怎麼樣甩鍋，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可是從民眾的觀點呢，你這鍋是甩不掉的，因為第一時間決定幹牌的就是你的中央政府嘛。如果說第一時間不肯公布中下游廠商的是台中市政府，是台北市政府，你說我今天鍋甩給地方政府還有點道理，不是啊？第一時間說20%用的以上的才需要下架，20%以下的這個用的第二層、第三層的產品不需要下架。民眾憤怒的是這些事嘛？那這些事情都是誰宣布的？都是你行政院，都是你衛福部，都是你食藥署宣布的啊。然後事情搞了10幾天到現在，沒有一個人需要負政治責任。我也沒有見過這種政府。說真的，以前大家罵一下，大家現在想一想，馬英九時代那個薛湘川怎樣下台的？他不過就是剛好台風那天是父親節，他陪他岳父去吃了一碗粥。然後呢，大家就罵他說：“哇，這麼大的台風，這麼大的水災什麼什麼的，你怎麼作為行政院秘書長，你都不在那個都竟然還有時間陪你岳父去吃粥？”那他不過弱弱的說那個餐是早就定的，哇，大家又不原諒他，他就這樣他就下台了耶。他也沒有像今天一樣，食藥署說錯話，衛福部做錯決策，這個卓榮泰呢，第一時間想要維護他的金主，竟然說再考慮，不願意給民眾公布到底哪些食品有中標，這些是明明白白擺着你的政策決定錯誤，你的政治決定錯誤的，都不需要下台。我現在想一想哦，民進黨政府真的很有能耐。他的政務官不管犯了多大的錯，他的教育部部長再要立法院要審查對於現在教師最痛苦的、最關心的校事會議的案子的時候，他竟然可以請病假，然後偷跑去彰化幫民進黨候選人輔選，就是這樣子不堪的部長，繼續在位置上坐得好高興。然後通通整天在立法院跟立委大吹夠哦，還反質問立委，還跟他舌戰群雄，這就是你民進黨的嘴臉啊！所以說實在的，民眾氣到，對不對？剛才主持人也講了啊，你現在有這樣的處理方法，你到底要怎樣不中標？為什麼這個國民黨幾個年輕的要選市議員的所謂的小雞絕食，大家一方面體諒他們在這麼天熱做這個動作，二方面民眾能夠體會這個訴求嘛？因為民進黨的高官、民進黨的黨部發言人的說法跟作為，民進黨的市議員不斷添油加火，他們所有講的一句話就是告訴你民眾說：啊，你不愛吃就不要吃啊。那現在大家發現說我不要吃，我也沒得選擇啊，那就不是只好絕食，對不對？那只是現在絕食，很多人的體力各方面受不了，所以只能夠有幾個年輕的代表幫助大家表達一下心聲。可是大家或許絕食做不到，可是我們禮拜六大家一起到街上去表達一下心聲，可不可以？這件事情大家總做得到的吧？所以我認為民怨四起的同時，大家焦慮的同時，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這個星期六大家一起上街頭，讓民進黨哦，真的他過去10年啊做得太舒服了，能不能總有一次讓民意的怒吼真的大大的展現，讓民進黨的傲慢呢真的可以被民眾好好的打臉一次。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蔣萬安號召7月25號上凱道反毒油。那 TVS 的記者劉婷婷就問潘孟安這個事情，被潘孟安一把推開。哦，不要造新聞，不要來炒新聞。哦，這記者問新聞，而且這個大家都關心嘛。所以當蔣萬安呼籲要到凱道在總統府前面上街頭的時候，那問總統府秘書長很合理啊，對不對？你可以不回答，你可以不回答，你不是说一定要回答就好了。正常人謝謝也可以不講，就不回答也可以講，謝謝也可以，或是呢這個不方便都可以。你推人家幹什麼呢？哦，而且還講不要來炒新聞，你不要來這邊炒新聞。哦，什麼叫炒新聞？就是記者他就是要問新聞嘛。那否則記者你可以說他炒，你也可以說他在採訪，那否則記者要幹嘛呢？哦，那揮手打到麥克風，總統府這個郭雅慧是何必的？說自然抬手碰到記者，不好意思，自然抬手哦，你真的是這樣嗎？你说如果你被某個人打，他說我不好，我自然揮手打到你哦，不是要打你耳光，自然揮手碰到你臉頰，這樣可以嗎？哦，那另外呢，這個潘孟安重申說，總統府態度是中央地方一起合作啊。那另外呢，這個蔣萬安說這是很卑微的要求嘛，只是問問你訪問你的看法，你可以說叫大家不要來啊，你可以說無聊啊，你也可以說我們在檢討啊。你也可以說我們已經在努力在改正啊，都可以嘛。哦，那李志安說記者是為市民來問的嘛，問他的觀眾問嘛，幹嘛發那麼大的脾氣呢？就揮一個手背甩麥克風哦。所以聯合報就說已經過了21天了，你不能這是暴力啊，你不能用暴力來交代毒油的真相嘛，用手推開記者也沒有辦法解決這個食安的問題嘛。我們看一下，透過原本共同自己的平台。來繼續面對這次毒油事件，加強我們各項的這項聯防工作。那同時，我們也會討論接下來包括董事長提出的線上反毒油食安的國是會議以及我們後續對於食安法修法的各項建議。725上凱道要對總統府怒後，府方目前沒表態。主責總統府事務的總統府秘書長潘孟安周六一早到新北，以前屏東縣長身份挺蘇巧慧。秘書長想問一下，那個725上凱道反毒的事情，目前總統府有最新表態嗎？還是說目前總統有最新態勢嗎？我要那個。目前總統對於這個反毒的事情有什麼樣的一個最新表態，或者說要跟人民互動，或者說目前府方這邊有什麼樣的一個最新的說法嗎？沒回應記者倒是猛咳嗽，而抵達會場，記者們上前再問一次。幫我們講一下毒油相關的問題嗎？那會有一個最新的說法嗎？因為大家都關心說上凱道，對，其實這樣子不太好啦。這一甩推了記者的麥，被追問凱道抗議，總府秘書長的心情不太美麗。早上呢，因為蘇巧慧委員呢邀請了歷任的縣長。我也是曾經當過縣長，所以早上呢，在很倉促的情況之下，有人要問我有了事情，T台的劉記者從1樓我就已經咳得很嚴重了，也跟他講了。然後呢，3樓我們要跟人家唱名了，我要進去，那我前面有一個攝影記者，那我順勢呢把手舉起來，那當然可能會造成劉小姐的不愉悅，這就拍謝。我沒有針對他，但我不受訪已經講了。好，嘉義怎麼看？順勢把手舉起來，這有點奇怪。這個劉婷婷呢，其實我們這個在政治圈都常看到她非常認真專業，尤其在國防外交的領域可以說真的是上次黃仁勳來的時候，大家如果有印象，那個趙元燕，黃仁勳特別跟他打招呼，還叫每個大老闆都要跟婷婷揮手，跟他問好哦。這個婷婷她真的是而且英文非常的好，非常的流利，但是當然她是履行她記者的職責。那潘孟安因為那天剛剛也有看到，他就一直咳嗽，身體很不舒服。那或許他在這個過程中，他可能在畫面上大家的解讀可能不一樣，但是他身體是確實不舒服。但是我覺得各有各的職責啦。這個婷婷他追問，但潘孟安也有權利拒絕不回答。但是我覺得過程還是說，大家最在乎的就是石油問題食用油的問題，到底食安問題後續要怎麼處理？剛剛講到的修法問題，或者是中央地方的責任，這個才是民眾最關心。一切的問題的根源就在於這裡。所以剛剛趙大哥也講了，在725之前，
政府到底拿出什麼解決的辦法？無論是在修法，或者是相關的配套措施上。中央地方的分工上，现在看起来大家就是在說台中市政府啊，8年这個只驗了1次中聯油脂，而且這一次還沒有驗了苯酃比，所以大家就追問說，中聯油脂明明就是中部最大的一個產油，全台灣就2家產油，一個在中部，一個在南部。中部的中聯油脂負責整個北台灣都是它的這個供應廠商。如果你有去聽這個他們的這個總經理當時所說的說，全台灣80%的油就是2家公司在生產，所以它的重要性不言可喻。那這麼一個重要的大廠，為什麼8年來就只查了那1次？所以大家也要去問說，中央地方到底這個責任上怎麼去分工，才能真的讓大家安心？季凱，這個劉鐵婷劉記者是一個蠻專業的了，而且非常非常認真。剛除了提防人心那個趙妍妍之外，每次比較重要的那個金氏新聞他都在場，連美金的這個演習。他都還被邀請說可以上去那個軍艦上面去採訪，很認真很專業。特別是他今天，他就是在問他也是幫民眾去問問題嘛，對不對？因為人民現在對於這個毒友這個事情有很多疑問嘛。今天潘孟安至少2個是非常不當的。第一個，你怎麼會說記者去採訪你說不要來炒新聞？第二個，那你拒絕或者說你就是很平心靜氣的講謝謝或怎麼樣就好了？不是，你為什麼要用手去把那個麥克風把它，像我們當記者那麼久，會碰到各式各樣的，有這個官員用手去把那個麥克風推走，這個以前幾乎是沒有碰過這個事情。我記得潘孟安長久，他從民代出身，又當了縣長，然後又當了這個現在總統府秘書長，他對這個事情他要非常注意，因為他這個嚴重的對這個第4權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算是一個衝擊。對我們來講，我們記者去採訪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你看你政府處理的不當，對不對？處理不當，那記者就是要去把問題問清楚嘛。你是總統府的秘書長，你應該是很有責任的。我覺得他應該是面對這個問題的。那這個事情更嚴重是什麼？從之前的那個吳崢是黨的這個發言人，面對媒體人在問，你现在媒體人真的很倒霉。媒体人去追問問題的時候，被人講說我沒有逼着你，你吃這個毒友，所以黃陽明會那麼生氣嘛。然後現在又有一個資深的記者去採訪，又碰到這個整個麥克風被推走。我倒覺得這個事情現在反映出來說，民進黨政府面對人民那個憤怒。還有那個擔心，他們是沒有放在心上的。如果再這樣搞下去的話，人民會越來越憤怒。所以這個禮拜6，我相信上街去抗議的人會越來越多。有2種可能啦，一種就是剛剛奇怪講的，沒有放在心上，覺得根本很傲慢嘛；一種是惱羞成怒了，被搞到哇，你為什麼這樣？來，諸位，我覺得惱羞成怒比較像啊，這個大家都說潘孟安其實也是政治的老江湖了啊。你真的不想受訪，就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就好。你走到最前面以后，其實記者就會退開了啊。可是他選擇用肢體動作去表達他的不爽或不耐哦，那這就凸顯說啊，我不要再問我了，我答不出來哦，或是說民進黨現在真的上下被這個中聯友的問題搞到不知道怎麼樣，方寸大亂，而且惱羞成怒，才會說連發言人到民代到這個總統府秘書長，不管是肢體動作或是發言都這麼的不恰當。今天戴瑋姍，我剛剛才問這個嘉瑜說，他真的在你的節目講出苯酃比是天然物質，是大豆、黃豆本身就有的天然物質嘛？你怎麼？戴瑋姍也是台大的耶，你怎麼會講出這種話呢？如果它是天然物質的話，那現在這2個禮拜的新聞在吵什麼？那卓榮泰在道歉什麼呢？天然物質超標嗎？可是我不相信戴瑋姍是無知。我相信他就是為了護航，而不管事實的真相是什麼，甚至可以把致癌物給自然化，這個就太可怕了。就是民進黨遇到事情啊，上一次這高雄這個顏色湖的事情也是，民進黨遇到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推責任，把責任推到藍綠，把問題點這個轉到別的地方去。然後第2個是轉不掉了以後，就開始用這種謾罵，又或者是說愚民的方式來轉移焦點或錯字概念。現在連苯酃比是自然的物質，本來就會有的天然物質，這種話都出來了。這個我幫戴瑋姍說明一下，因為他是在我的節目上，那他有提到說2014的這個鼎新的這個油品事件，那是添加的。那這次的這個苯酃比呢，它就是說在黃豆的生產過程中所產生，不是額外添加。它大概原意是要講這個，你不要幫他講，他講得很清楚。他說是本來就有的天然物質。他的意思是說從黃豆裡面產生的東西，那在加熱過程中就會產生。
就有的天然物質，就是加热變質。我觉得你是主持人，你沒有講這句話，你沒有問題。你現在在幫他凹，你就有問題了。漁民加一哈，這些都叫做民進黨的提油救火隊。那為什麼他們會瘋狂到這種地步？我認為真的就是惱羞成怒，而且拿不出辦法來。潘孟安這個事啊，有一個背景，是因為賴清德神隱。好，因為剛才呢，包含嘉瑜議員，還有那個我們齊凱啊，資深記者都講了，劉婷婷是一個很認真的記者。那記者是為什麼會對於總統府秘書長窮追不捨呢？因為說真的，就是你總統不見了啊。如果總統好好的出來開國安那個食安會議啊，食安的國安會議，然後好好的做一些政策宣示跟指示，好好的這個責成行政院，然後換幾個關鍵的人，好好的做出你一個領導人該做的樣子，那自然沒有總統府秘書長什麼事了嘛。那結果呢？你總統神隱啊，你跑不見啊，你的突然像沒事人一樣啊，然後出現的唯一一個大家發現他有出現在臉書的行程，是他跑去那個基隆跟民進黨的市長提名人童子偉在那邊挖竹筍，對不對？那民眾就很憤怒啊，說你把這整件事情，而且那是在他參加那個寵物展之後，唯一一次大家知道他跑去幹什麼活動。那你總統都不見了，那你當然只好去問總統府秘書長嘛。那你總統府秘書長，如果當天你確實一直咳嗽，你身體不舒服，而且你無話可說，你就很懇切的跟大家講說，不好意思，我今天身體不適，然後這個事情我也沒有管，也不是非我所管。那我對這件事情呢，我沒有意見要表述。那這樣子記者就不會一直追着你了嘛。那我覺得一方面，潘孟安可能覺得說啊，這件事情跟我無關，那你們為什麼要來找我？那我們今天就明明白白的告訴潘孟安大秘書長講，你請你的老闆賴清德好好出面做他總統該做的事，開他該做的食安的國安會議，好好的解決問題，那可能你就沒有事情了。休息一下再回來。好，民進黨啊開全代會啊，選中執委、中常委。那本來王定宇看起來是會當選中常委的，可是最後呢被勸那由林志宏擔任中常委，主要因為王定宇前2天傳出來涉入縣民當縣民，哇，當情治單位的縣民而且當我看那個表，一個月拿多少錢，一個月拿幾千塊，有的拿1萬塊的，有的沒有拿錢的，有的是嘉獎的，反正那個名單10幾個人，我看各種狀況琳琅滿目所以呢，傳出來是賴清德要求王定宇退出因為這個縣民案衝擊了中常委的改選。那陳其邁在居中斡旋，所以呢就說陳其邁這個票就最後你退出吧，派另外一個人來代替你選所以呢講說陳其邁叫南霸天在關鍵時刻出手，來化解縣民的風暴那另外呢，這個新潮流拿了3席最大派系，而且親賴系就有7席，一共民進黨只有10個中常委，跟國民黨不太一樣。民進黨比較像共產黨那個中央政治局委員沒幾個好像5個6個多少不多。那國民党中常委就搞了30，你們30幾個，31個，32不好像很多所以國民党我也不懂，國民黨現在搞那麼多中常委幹什麼你執政黨你還說你在野黨本來就沒有權利搞個中常會那麼大的會那陳亭妃、永延會各獲得1席，就是賴系泛賴系7席，非泛賴系3席啦所以我們看非賴系呢，英系陳亭妃、蘇貞昌、蘇系這是其他都是泛賴系那另外呢，這個說賴清德現在把黨機器鞏固起來，有7個中常委所以呢，黨內提名連任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那除了這個以外呢，這個卓榮泰昨天在那個在那個全代會講，我覺得很奇怪，他說毀憲亂政的法案不可以入行政院，卓榮泰突然變成大法官了。什麼叫毀憲亂政？這是你行政院長自己決定的嗎？這個案子
這個有沒有合憲、不合憲、違憲，大法官，而且一個大法官都要大法官會議才能決定的。川普都不敢的，我們說川普多囂张，美国國會通過是川普不敢的。當國會說你122條款這個加關稅是違憲的，他只好改成301條款，他也不敢說你們違憲，這個毀憲，我不理你們。川普都不敢，我們的行政長居然敢，看一下。总統兼民進黨主席賴清德完成投票，民進黨全代會改選中執委、中評委和中常委，象徵黨內權力更迭。首先，中執委選舉出爐，泛賴系陣營共20人當選，包含新潮流9席；非賴系陣營10人當選。黨代表選出30席中執委後，再互選出10席的中常委。但在中執委選舉裡，友員會鄭文婷意外落馬，導致友員會只剩2席中執委，需要依靠其他派系澳員才能保住1席中常委。就在選舉結果出爐前，永延會王定宇臉書表態支持永延會林志宏擔任中常委，最後順利獲得麥系澳元，永延會保下1席，而新系一口氣奪回預期的3席中常委。泛賴陣營和非賴陣營呈現7-3局面。英系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非常團結的一個派系但最主要其實各個派系我們祝福他們每一個人都有拼出好成績但重點不是哪一個派系當選，重點是派系當選的成員當選以後呢，對於整個黨的一個團結。民進黨中常委改選戰告段落，或許台面下人暗潮洶湧。永平，你的了解怎樣？這個民進黨在選前那個好像說反賴有集結的力量那有傳出說跟英系結盟這個想要搶奪黨權等等等等的，但是看起來呢，賴清德還是牢牢的掌握啦，因為民進黨畢竟現在賴清德是實權掌握整個國家機器的人物，那他有太多的地方位置可以由他來做決定，可以給民進黨的人各派系啦疏通他們的人如何的，所以你說在這種執政的現況下，派系要真的造反呢，難度很高。那果不其然選出來了以後呢，看來賴清德系統泛賴系呢掌握了7席不屬於賴系的人，還不表示不屬於賴系的人就膽敢造反只是說跟他關係沒有那麼親近的有3席。那在這樣的狀況底下呢，可見得我覺得對民進黨的後續應該是說，2028年呢，如果還有人認為現在賴清德一意孤行賴清德任命的行政院各官員呢都荒腔走板，然後到時候民意支持度不高，想要換賴的情況，這一次的選舉呢，大概基本證明呢不容易有這個機會。但是雖然如此了就看起来賴清德掌握中央，但地方的實力派是很重要的你說這新北還是蘇巧慧嘛？蘇貞昌非賴系台南是陳亭妃也是非賴系那甚至在高雄陳其邁也是非賴系所以雖然如此，他們地方的實力人物其實還是有一定的力量了來，嘉瑜怎麼看？我覺得當然表面上大家当然平靜無波啦，但私底下各派系也是有一些角力，這就是民進黨的傳統嘛。因為畢竟中執委、中常委就是我們一個權力的核心，而且又關係到2028，那各派系都希望在裡面是有一席之地的。那這一次當然還是以泛賴系為主就是佔有最多的席次，還比上次更多。那永延會呢倒是這個更新了，讓年輕人林志宏有機會來擔任中常委，這倒是一個比較新的一個局面，就是過去大家可能認為說中常委就是在民進黨內比較有分量的，年紀資歷比較深的。那這一次王定宇退下來，讓林志宏能夠當上中常委，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這個世代交替更新的一個很好的結果。這樣昨天這個民進黨這個前代會，當然最大贏家是賴清德，因為之前又一直在傳說英系的會賴系這邊集結嘛，可是沒有，他是最贏的。他最大輸家是誰？這是王定宇了。他這次叫北亞這個事件裡面的證據是非常明確的，包括教育部的人事處裡面的檔案找出來的。他是在民國77年到79年，他講什麼？還幫他加薪，他做了什麼事情啊？你看他這叫北亞還表現非常好說他什麼？對於